球的短期勝負看運氣，但球隊的真實實力其實都藏在進階數據裡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天的野球特報。中職2026下半季戰火正式點燃，而開季戰局最大的震撼彈，絕對是樂天桃猿強打者林立的強勢回歸。今天我們將為你深度拆解傷癒回歸的林立，看他如何用那套幾乎違反常規的發力機制，加上良好球後極端優異的數據分吐，在面對中信兄弟王牌投手聖騎士時，單場竟然只看了8顆球就狂掃4支安打，徹底摧毀敵方的投球計劃。下半季第一周，各隊雖然只進行了3場比賽，樣本數據雖然不多，但這9場比賽真的非常有看頭。在進入正式的深度分析之前，我想邀請還沒訂閱的朋友訂閱我們的頻道，記得要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上片通知哦。如果想支持我們產出更多深入的分析，也超級歡迎加入頻道會員。好啦，現在就讓我們先從下半季首周的戰績總體檢開始看起。下半季剛開打，味全龍、樂天桃猿跟台鋼雄鷹都拿到了2勝1敗的開局，而富邦悍將、統一獅跟中信兄弟則是1勝2敗。不過，如果我們把視角拉到全年度戰績，味全龍目前是以超過65%的勝率獨走，這在現代職棒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，顯示他們的陣容深度跟戰術執行力都在聯盟頂尖。相比之下，富邦雖然全年度排名第2，但下半季第一周就遇到亂流，這可能暗示他們上半季的勝利過度依賴特定主力，一旦像李東明這樣的先發投手被針對性情蒐突破，容錯率就會大幅降低。提到7月3日的開幕戰，富邦悍將對上味全龍那場，真的讓人印象深刻。味全派出的是曾經連續33局無失分的超級洋投梅賽斯，結果富邦打線竟然在1局上半就啟動手球攻擊策略。張宇成跟申浩偉先上壘，接着范國成一棒掃出長打拿分。梅賽斯那天整個人節奏都被打亂了，最後只投了4.2局就丟掉6分退場。這種先發制人的戰術，在面對頂級洋投時真的非常管用。范國成那場3安打2打點的猛打賞表現，簡直就是撕裂龍隊防線的利刃。同一天的另一場比賽，台鋼雄鷹在主場對統一獅也很有趣。台鋼展現了非常成熟的小球戰術，曾子佑安打後馬上盜壘，接着靠爆頭跟吳念庭的推進拿到分數。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柏融的發揮，他那天不但有長打，8局下還轟出1支關鍵的2分炮，差一點就達成完全打擊。台鋼的先發投手艾素特雖然投得很辛苦，投了105球才撐完6局，但他處理危機的能力很強，把統一的攻勢分散掉。這場比賽反映出台鋼這支新球隊已經慢慢建立起自己的贏球模式。說到7月3日最有話題性的，還是中信兄弟跟樂天桃猿的對決。林立回歸之後，樂天打線真的像找回了靈魂。第一局，林立、陳晨威跟林泓育連續安打就灌進3分。雖然中信兄弟的岳振華在3局下跑出一記不可思議的場內全壘打，整個人繞着壘包跑1圈，把全場氣氛炒到最高點。但樂天最後還是靠着林立在5局上的3壘安打跟後續推進拿回領先。這場比賽直接暴露了中信兄弟目前最大的問題，就是打線在中後段缺乏長打威脅，也就是所謂的結構性平打。到了7月4日，我們看到了強隊的反彈力。味全龍前一天輸給富邦，隔天馬上還以顏色，全場狂掃16支安打，以11-2血洗悍將。郭天信、吉利吉撈、李凱威這幾棒的串聯，讓富邦的日籍先發投手鈴木俊輔完全招架不住。龍隊的特點就是他們在得點圈有人的時候，打擊率非常恐怖，而且連新秀投手王庫成生涯初登板都能穩穩守住1局，這顯示龍隊的農場系統戰力輸出非常穩定，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能在全年度戰績保持這麼高的勝率。不過7月4日統一獅跟台鋼雄鷹的那場比賽就很戲劇化了。台鋼的先發投手江承燕主投6局只失1分，還達成生涯1000局投球里程碑，原本看起來勝券在握。結果台鋼的牛棚深度不足，在8局上爆掉。統一獅的林子豪在滿壘時敲出清壘的3壘安打，一舉逆轉戰局。
林子豪賽後說，他當下只是想避免雙殺，設定高位直球去攻局。這場比賽真的是台鋼這類新球隊的縮影，先發打線有競爭力，但牛棚守不住勝利的果實。而7月4日的中信跟樂天，則是呈現了一場精彩的投手戰。中信兄弟德保拉全場只投出2次3振，但用90顆球就投完7局，這代表他並不是靠球速硬拼，而是精準的進壘點跟速差變化，誘使樂天打者不斷擊出落擊球。雖然樂天的林子偉在9局上開轟，試圖反撲，但李正昌最後守住領先，也達成單季10次救援成功的里程碑。這場比賽雖然分差很小，但投手群展現的宰制力是非常驚人的。進到7月5日，最讓人驚訝的應該就是富邦本土王牌李東明的跨季10連勝紀錄被終結了。這場比賽，味全龍的郭天信一上場就敲出首局首打席首球全壘打，接着朱玉賢跟陳子豪也相繼開轟。李東明這場比賽單場被打3支全壘打，創下生涯最糟糕紀錄。這證明了味全龍的情搜完全破解了李東明的配球邏輯。台鋼雄鷹那邊則是洋投坎南的個人秀，他用97球完投7局無失分。坎南的投球策略很有侵略性，專門攻擊好球帶邊緣，讓統一打線根本抓不到擊球節奏。配合台鋼曾子佑跟王博玄在前段棒次的串聯，台鋼在4局下就把統一的新秀林兆恩打退場。雖然9局下遇到失誤造成的滿壘危機，但陳柏青上來只投1球就制造出局數，完北拆彈。台鋼這幾場比賽展現出的先發戰力真的不容小覷。當然，最後我們要聊聊7月5日最瘋狂的個人秀，就是林立對戰聖騎士的表現。林立全場4打數4安打，這在職棒並非沒見過，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，他這4次打擊竟然只消耗了聖騎士8顆球。聖騎士是一個很會利用速差引誘打者的投手，但林立似乎能精準捕捉到他放球點的微小誤差。他有2支安打是在第2球往起，1支是在第3球，最後1支安打更是第1球就出手。這就是我們要深度分析的地方。為什麼林立能這麼強？林立的付出，球團採取了打1休1調度保護他，並確保他在上場的那一場能有100%的輸出。事實證明，只要林立有上場，樂天在那幾場比賽的勝率就會大幅提升。林立的打擊機制也曾被日本媒體稱為台灣版本永仁。他最著名的一點就是面對內角低角度的球，能做出單膝跪地的動作，把球掃出去。從力學的角度來看，這個動作瞬間拉低了重心，創造出足夠的揮棒空間，並把原本向下的軌跡轉換成帶有仰角的長打軌跡。這需要非常強大的核心扭力跟腹斜肌爆發力，這讓他成為一個幾乎沒有死角的打者。可以來看一組很神奇的數據，就是林立在量好球之後的表現。一般打者在量好球落後時，打擊率都會大幅下滑，因為必須放大好球帶去防守。但林立卻展現了逆勢成長，他在量好球後的打擊三圍竟然高達.346、.386、.404。這是因為他在量好球後會縮小準備動作，犧牲一點力量來提升視覺專注力。只要進壘點偏高，他絕對不會放過。他在7月5日對聖騎士的4支安打，就是因為他敏銳捕捉到聖騎士為了追求極限位置而產生的偏高失投。這種積極的手球攻擊策略，讓投手在配球時壓力非常大。林立的回歸對樂天桃猿不只是多了一個打擊點，更是一種保護傘效應。只要他一上壘，他的速度跟壘間破壞力就會分散投手的注意力，這會導致投手的配球變得單調，或者因為過度閃躲林立而必須正面對決後面的陳晨威或林泓育。你可以看到7月3日樂天第1局的大局，就是林立安打後引發的骨牌效應，這就是所謂的暴力源進攻引擎，林立就是那個啟動開關。好，分析完林立怪醫的打擊機之後，再把視角拉回到全聯盟的進階數據對比，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很有趣的現象。味全龍在下半季首周的團隊攻擊指數 OPS 是誇張的883，領先全聯盟，而台鋼雄鷹也不遑多讓，高達809。這兩隊目前是處於絕對破壞者的象限。反觀中信兄弟、統一獅跟富邦悍將，他們的長打率都很低迷。
負巴士制出現長打率比上壘率還低的數據倒掛，這是進攻失去破壞力的強烈訊號，代表他們只能靠零星的安打跟保送，很難制造大局。投球端的部分更是極端分化。中信兄弟雖然戰績不佳，但他們的投手群其實非常強悍 ，WHIP 值只有 1.037， 是全聯盟最低，代表每一局平均只讓一個打者上壘。而且他們的三振保送比高達 3.200， 這代表每投出3次三振才會有1次保送，這是頂級投手群的表現。他們會輸球，純粹是因為打線給的火力支援太少。而富邦悍將的投手數據就比較慘，防禦率飆到 6.120， 三振保送比只有 1.083， 幾乎是每投一個三振就送一個保送。這種奉送壘包的行為是他們失分居高不下的主因。樂天桃園的投手群也很有水準，防禦率 2.077 是全聯盟第一。在投手穩定發揮，加上林立這個打擊天才歸隊的情況下，樂天下半季真的非常有競爭力。林立賽後謙虛地說，單場4支4沒什麼特別，只要能幫助球隊就好。但對於球迷來說，看到他能以這麼高的效率摧毀對方王牌，真的是一種藝術。他的存在大幅提升了球隊的勝率預期值。總結來說，下半季第1周的比賽讓我們看到各隊戰力的真實面貌。味全龍持續展現統治力，台鋼雄鷹展翅高飛，而樂天桃猿則因為林立的回歸，重新點燃了贏球的希望。中信兄弟、統一獅跟富邦悍將則各有各的課題要解決，不管是打線的爆發力，還是牛棚的穩定度，都將決定他們在下半季能走多遠。棒球有趣的地方就在於，雖然數據能告訴我們很多真相，但每一場發揮依然充滿變數。今天的野球特報就到這裡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，請一定要幫我們按讚、分享，並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。再次提醒大家，史蒂芬頻道商店已經上線，歡迎大家去選購支持我們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